我4岁就被卖进摘星楼，楼里的姐姐告诉我，只要我把琵琶弹好，就会有人疼我、爱我。于是我弹了13年琵琶。自我登台起，无数世家公子为我豪掷千金，那个为我花最多银子的是东陵首富之子陆之遥。摘星楼里有位姑娘，是我只见过一眼就喜欢的心上人。她琵琶弹得最好，明媚自信。我想把她娶回家，可父亲不同意。没关系，我愿意为她放弃一切，哪怕是荣华富贵。陆之遥为我赎了身，带着我另立门庭，许我一生一世。我想，我也已经爱上他了。2个相爱的人就该在一起。在一起的第2年，我们有了女儿，她叫穗穗。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幸福下去，直到穗穗3岁那年，高烧不退。不要走，穗穗需要你。晚安回来吧，替我照顾你母亲。将那对母女接进府吧。都是你蛊惑少爷离家出走，老爷才会被气的。卧床这么些年，如今已是性命垂危。孩子生病了，太难了！你休想接那对母女进府！若非当年他蛊惑你离家出走，你父亲也不会被气得落下病根，他就不会死。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回去时，他怀里抱着死去的孩子，心口疼得在滴血，一步也没能靠近。他回来了，他的眼神好冰冷，我猜不透他在想什么，但看见了他眼底的恨。我一边爱着他，一边对父亲愧疚，心脏每为他跳一下，母亲的话就像刀子割得我发疼。我也恨他，如果那天夜里他在，穗穗就不会死。我开始逼迫自己不再爱他，让自己不再能疼。我不愿见他，于是我们彼此冷漠，不断争吵，用最伤人的话伤害曾经的爱人。直到多年后的清晨，我突然觉得他不过就是个弹曲儿的，却早已忘了曲怎么弹。后来的某一天，他突然对我说，他说他最喜欢17岁的我，可是他已经不是17岁了。于是他带回来一个女孩，她很像17岁的他。明日我和台儿大婚欢。这是和离书。台儿进门后同我母亲一起说，我们还跟从前一样住在这里，你用不着闹。不是因为他，是我想和离。你心想和离？没我说你出来，你还不知道在那摘星楼里伺候谁？像我这般爱你，就该学会放弃，让自己卑微到。你这个泼妇，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请大夫！爱已成2人的理。你看看你，就像尘埃里的烂泥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17岁的我到底喜欢你什么？原来人真的会在某一天觉得自己爱过的人很恶心，甚至恶心的连之前对他付出的感情都同样恶心。你后悔了？对，我已经为你失去太多，而你不过就是个弹曲的，却早已忘记了曲怎么弹。我又该爱你什么呢？这又是个17岁那年，心比天高，扬言爱比什么都重要，忽略了至死不渝的爱是违背天性的，因为爱本身就不能长久。家主，这是您要的金疮药。对不起，昨日都是我的错，不生气好不好？不累吗？这些年你总是这样，前日说最伤人的话，明日又向我认错道歉，我都累了。我知道我像一个疯子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我也很痛苦。那就结束这一切。陆之遥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那就恨吧，你知道的，恨比爱更长久。赤生早季，白首永偕。纵然浮生如梦，百年如露，此情也当海枯石烂。那就杀死我吧，我把命给你。爷，该拜堂了。你走吧。
趁现在我舍得。17岁，我以为爱是数不尽的金银珠宝；18岁，我认为爱胜过一切，两个相爱的人就一定要在一起。23岁，我不懂得爱为什么是永无止境的争吵。27岁，爱变得不再重要，也许我也已经连爱恨都分不清了。别不想我。明明你也已经不爱我了，甚至那么讨厌我，为什么还要纠缠不休？我们之间爱和不爱还重要吗？我们就该在这破天的爱恨里挣扎，谁也不能逃走，所有的痛苦不能让我一个人承受。你放过我吧。那谁又来放过我？你已经为了那个女人害死了你父亲，你还想连我一起气死吗？够了！这些年您一旦知道我对他稍微好点，就寻死觅活。你知道前人背地里都怎么议论我吗？说我是一个阴晴不定的疯子。我这样都是你害的，我巴不得哪天我突然去死，这样该愧疚的人就不会是我了。我好难过，我没能娶到我17岁时最爱的那个女孩。小慧娃，喜欢陆之遥的是那个心比天高、扬言爱比什么都重要的女孩，最后困住了，怎么是我这个连爱恨都分不清的人呢？我们不相信。谁要跟你两不相欠？时间爱与恨都成回忆。少爷又翻墙偷摸去找乔姑娘，明知老爷不会同意他进来，大不了小爷离家出走，但他另立门庭。乔姑娘，快去请大夫！有喜欢的吗？平日碰上首饰摊，你都要挑选好久。你最喜欢吃的？少爷许是疯了。乔姑娘明媚自信，这位姑娘就是个病秧子，天差地别的两个人，怎么会认错呢？我才离开半个月，你就变得不爱打扮，连喜欢的首饰都不看一眼，也不说话，我都快不认识这样的你了。连17岁的你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我吗？不是的，我爱你的明媚，也爱你的破碎，我是心疼你。你看看你，就像尘埃里的烂泥，我怎么也想不明白，17岁的我到底喜欢你什么？我死在27岁，再睁眼却回到了10年前，见到了年少时最喜欢的少年，还有17岁的自己。乔姑娘，您怎么在那儿？那我眼前的人是谁？陆少爷有了新欢，不必装傻充愣，我又不是非您不可。就这么离开，姑娘不上去打招呼？他既然有了新欢，我还去凑什么热闹？小姐当真放得下？我弹得出全东林最好的琵琶，样貌也是全东林最好的。你该担心的是他陆之遥放不下我才对。你听我解释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10年后的乔未晚。天底下怎么可能有这么荒诞的事儿？你倒是证明给小爷看啊！你救我那日刚从京城回来吧？你是不是特意去了月老庙求了红线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你打算新婚夜送给他。我的东西怎么在你那儿？这是你送我的，他和我一起来自10年后。两条一模一样，两个乔未晚，你真是10年后的乔未晚。你来自10年后，手上还带着我新婚夜送的红线，所以10年前你会答应和我成亲，对吗？那我们有没有孩子？不用说也肯定有，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叫什么名字？女孩叫岁岁，不过
死了。他为什么会死啊？岁岁3岁那年病了，陆家人将我们锁在院子里，他就在我怀里一点一点断气。不可能！你是陆家少夫人，他们怎么敢那么对你？当年你为了和我在一起离家出走，你母亲说你父亲是从那一天病的，管家来接你回去。你走之后，他们说是我蛊惑你离家出走，是我害死你爹。本来不该是这样。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？我为什么？我死了，死在你和新欢成亲的那一天。等我醒来，就回到了现在。我不会娶别人，我那么爱你。10年后的你已经不爱我，我不信。你不仅不爱我，你还恨我。10年后的你，用你手中的红线差点杀死我。未来怎么和我想象的不一样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陆之遥，在一起后的我们彼此怨恨、怨我，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在一起。我不，未来一定可以改变的。我现在就要去找他，我要告诉他我没有新欢，我要娶她。我一生期待一笔你点进故事才要岁岁3岁那年病了，陆家人将我们锁在院子里，他就在我怀里一点一点断气。孩子在怀里一点点断气时，你该有多绝望？会恨我吗？母亲会不会怪我害死父亲？那我呢？会不会愧疚孩子生病那天抛下你们母女？有没有后悔当初离家出走害死父亲？用亲自求来的红线勒着你的时候，又在想什么？我想告诉他，我身边没有别人，从始至终都只喜欢他一个，然后什么也不会改变。父亲依旧不会同意我娶她，我依然只能离家出走，父亲还是会因此病倒，未来不会发生改变。对不起。唯有人间多曲折，注定也过有心人。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，我依然可以不顾一切的爱你，对那个未知的未来充满期待。27岁的陆之遥就是个混蛋！酒一杯入喉，离人酒。我有什么错？其实不爱而不得的人是我。月到问君是否？是一眼相识轻松陌路一。这是您的花，拿好。那幅字画给我包起来。这些钱还不够给他赎身。乔姑娘这2日都在那儿，像是着急赚银子，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。回陆府。这么多黄金，被老爷发现就死定了。摘星楼10年一次的摘星宴就在明晚，那些风尘女子只要交够赎金就能出来，你玩一玩我不管，休想带回来。还真的很喜欢他，父亲就成全我吧。你被那个女人蛊惑了，还不快将少爷关回屋？父亲能留下的是我的尸体。我发誓赎他出来后，就和他一刀两断，生生世世都不见他。如果你做不到，就回来给我收尸。谢父亲成全。我知道你想赚钱为自己，为他赎身。我有很多钱。东陵除了你之外，有的是人想为他赎身，除了你，谁都可以。为什么偏偏不能是我？因为在属于我的那个未来里，你为我赎身的那一刻，我才真正爱上你。我不会让他也重蹈覆辙。我明白了，既然谁都可以，既然现在的你会爱上那个替自己赎身的人，为什么你爱上的不能是自己？你之前问我是不是不喜欢钱了，我撒谎了。以后要无光，我当然更爱17岁的他，爱他就不该毁了他。你的命运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，不要把它推向未知。原来爱和恨是不能抵消的，我心里是恨他的，却在此刻觉得他的眼睛很漂亮。谢谢你，陆之遥。爱上烈火般蔓延。我4岁就被卖进摘星楼，楼里的姐姐告诉我，只要我把琵琶弹好，就会有人疼我、爱我。于是我弹了13年的琵琶，
我琵琶弹得最好，样貌更是东陵第一绝色，无数世家公子为我豪掷千金，陆之遥是其中一个，他为我花的银子最多。姐姐告诉我，那就是爱。我幻想过和他的以后，我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接我出摘星楼，直到他身边出现一个女人。朝秦暮楚的男子我见得多了，我以为陆之遥和他们不一样，好险，只差一点我就要爱上他。小姐，到您登台了。那是我最后一次登台，我看见了陆之遥身边的那个女人，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出神，也许不是我，也许是我手里的琵琶。至于那个叫陆之遥的男人，他在想什么我并不在意，也懒得去猜，毕竟我这辈子都不会爱上他。想给小姐赎身的是位姑娘，已经在屋里等着了。姑娘，这倒是新鲜。我没想到是你，这些钱是陆之遥的吧？你都带回去。难道你不想出去吗？我自然会出去。我也想过陆之遥会在今天为我赎身，也许我还会彻底爱上他。直到你出现，我突然就醒悟了，我为什么要去依附一个男人？我为什么要等他来赎我，然后再爱上他？我琵琶弹得最好，这里客人有一半是为我而来，我赚了很多钱，所以赎下自己，我自己就能救自己。我该爱上的是我自己。我应该最了解这世上的另一个我看着他却是那么陌生。原来最先忘记自己的是我自己。姑娘，请回吧。17岁的乔薇婉，祝你永远明媚自信，祝你也祝我自己后会无期。签字如何落笔才能写到白头，一生为梦。如今无端，我答应父亲以后不会再和你见面了，分开前送你一个礼物。琵琶，我已经忘了怎么弹了。琵琶是你最引以为傲的，你怎么能忘呢？成亲后想当一个好妻子，有了孩子就想当好母亲，就没有心思再弹琵琶了。乔薇婉，你先是你自己，其次才是别人的妻子，才是孩子的母亲。爱人先爱己。如果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，那旁人又该爱你什么呢？在属于我的那个未来人，27岁的你也说过同样的话。我笑着冰山依旧，风雨捉不透。你为什么在消失？我此行本就违背天道，何况过去已经改变，未来的我本该不复存在。对不起，27岁的陆之遥，让你流了很多眼泪。当年的事彼此各有难处，陆之遥，我不怨你了。小姐这也没碰琵琶呀，怎么多了道比琵琶割的伤口？我弹去三路，又何处能相逢？我听从17岁的他选了那条对的路。是少爷回来了。父亲病了，他将所有账本都交到我手上，陆家商铺皆由我接管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忙，就可以麻痹自己，时间足够久，我就能忘记他。我错了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失去和时间都不会让人忘记另一个人，爱也会随着时间肆意生长，只会越来越想念，越来越后悔。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没过几年，父亲死了。母亲说父亲有心脏病，怕我担心，就从小瞒着我。原来不管我有没有为了乔薇婉离家出走，父亲最终都会死。所以在属于他的那个未来里，是你和父亲一起骗我，让我后悔，让我愧疚，其次让我回到陆家，让我不能喜欢他。怎么办？母亲，我有些怨，两世都是你和父亲拆散了。
人望仙人影灼灼，认定你轮廓，今日几何刻，用一生渐落。你涓涓如歌，在心底沉默。没有你的未来好冷，冷得让我觉得活着比死亡更痛苦。乔伟婉，你一定要记住。大雨滂沱，百转千回过。我夫人呢？夫人，她流了好多血，好多血，她还活着吗？快去请李大夫！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陆之遥。你说自己有夫人，她叫什么名字？乔未婉。你和她是怎么认识的？她是嘉兴楼里的姑娘，琵琶弹得最好。我和她两情相悦，拜过天地，还有过一个女儿。那你还记得昏迷前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昨天我和她合离，离开时她被马车撞倒在血泊里，流了一地的血。我想去救她，也被撞了。后来我就昏迷了，等我醒来就在这里了。你失忆了？我怎么会失忆呢？我记得很多事。我为了娶她离家出走，气死了我父亲。这些你们不是都知道吗？你至今未娶。至于你父亲，是病死的。他早年患了病，怕你担心，就从小瞒着你。你说的和我记忆里的不一样。你应是昨日被砸到头，失去了这10年间的记忆，记忆出现了问题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他就躺在外面那片雪地里，我要去找他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中邪了，非说自己夫人昨日死在这里，在这刨尸呢。喂，你从小就跟在我身边，你不会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少爷放心，我去将这世上的名医都请，总有人能治好少爷。我分明失去了挚爱，你们却都认为我疯了。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也没能适应这个和我记忆中不一样的世界。无为就带着我去过的地方，讲我不知道的事。少爷，您这10年间来的最多的就是这间商铺。家主您来的正好，有位途经此处的夫人相中了您珍藏的那把琵琶，说什么也要买下。什么琵琶？是您10年前带回来，赚了钱从不让我们碰。这琵琶多少银子肯卖？时光穿过，夫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他们都说我疯了，你告诉他们，你就是我的夫人，我没有疯。夫人，该出发了。夫人，我们合离不到半年，你怎么能力杀他人？如果你想死的话，就再往前一步。我家少爷疯了，求大人不要怪罪。夫君，我们走吧。去请大夫，少爷又发病了。我没疯，没有。漫遍，几十条长线盘旋在天边。那是我17岁就喜欢的姑娘，没有人知道我们相爱了，连她自己也不知道。你再度出现。